在东南亚有很多，甚至比马来西亚更具这地理位置优势，或者是在各样配套当中都是比优于马来西亚的国家，为什么会选择在马来西亚来设立这个亚太的总部？我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马来西亚跟所有的国家友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其实第二个所有策略的源头，人才要到位。我们有问红在马来西亚，所以选择马来西亚这边是一个亚太营运中心，因为马来西亚的人才相对应的在我们的这个行业，他要懂机械的背景，可是他要能够做服务，因此能够懂多国的语言，做好的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又要有地理的优势，又要友好，又要有人才能够讲多国语言。我想这样子，这么多个圈圈交集之下，能够选的应该不是太多。这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绝绝对对可以胜出。来自台湾的新代科技一直以来致力于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从单机智慧到工业 4.0 解决方案，都走在行业的前端。特别是今年前5个月的营收增长就超过了 30%， 更让人期待未来的表现。在面对全球市场波动和技术快速演变的挑战下，新代科技又如何保持竞争优势？新代科技计划在马来西亚设立亚太运营中心，为什么他们会选择马来西亚？除了大马之外，他们的全球布局又有哪一些亮点呢？有请今天的嘉宾，新代科技亚洲商务总监谢文宏，以及新代科技营运总监 COO 黄方芷，来到我们的节目接受财经拷问。欢迎二位。谢谢，我是黄方芷，来自台湾的新代，很高兴跟各位在空中相遇。我是来自于新代科技亚洲营运处的谢文宏。那文宏其实也是马来西亚人，是在新代科技已经工作一段时间，在竹科工作，对6年，然后现在呢，因为这个新代科技有在马来西亚布局的这个计划，所以你也跟着这个计划就回到家乡来了。是，我前后在新代集团也11年多，对。那前面的6年是在竹科，然后到18年底的话才回到马来西亚这里。是，我相信我们在马来西亚应该会很常看到你了，但是今天也是比较难得，我们请到了新代科技的这个 COO 黄方芷黄女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是第一次来马来西亚吗？这是第2次来，我在1年半前就来过马来西亚我们的子公司。那这次因为我们的亚洲营运处是我们的 Grand Opening， 所以也借这个机会我们就再来一次。马来西亚是一个好地方。这次的行程也是看来非常的匆忙，也紧凑啊。对，看到你们在这一次的在不管是在你们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或者是在你们的这个行程安排，看出其实新代在马来西亚在亚太布局的一个野心哦。那其实根据台湾媒体在6月份的时候的报道，就是新代在台湾选择登陆新贵，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想要来准备进入资本市场？那么其实上市对于新代来说，其实会为你们带来哪一些的这个战略的优势？第一个当然是为了公司治理，一个企业的成长，它必须在不同的企业生命周期，它要有不同的重点以及管理的这个重点。所以当我们在第一个成长曲线趋缓的时候，我们用公司治理来激发第2个。那当然第2个原因，我们是为了留才以及招揽更优秀的人才进来。所以在台湾有几家非常知名的公司，大家耳熟能详的。那新代在那个时候，或甚至在这个时候，我都没有办法在知名度与之匹敌。所以呢，我必须要有一个更公开透明的机制，那么让愿意选择新代或想要选择新代的这些人，他有一个比较透明的机制，可以看到新代本身的成长，或者这个公司的讯息。所以上市柜这是一条路。那也因为上市柜，我相对的，我对于要招揽优秀的人才，以及我内部要怎么把优秀的人才留才，让他留下来，我有更多好的工具。
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那当然不能免俗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在6月18号今年新贵了之后，的确在媒体的曝光或者在生态系里的知名度打开了之后，有不少的厂商会来找我们做一些的合作。那因此资本市场所 leverage 的资源，这个时候就变成最好的一个工具。所以其实在资本市场相对应它所带来的好处，在资源上的好处，其实是在我第一个跟第二个，也就是第一个，我有好的一个公司治理，公司往上成长，同时我把人才招进来或是留下来，而这时候我才有源源不绝的子弹，我可以再去打更大的一场仗。所以这个时候主生态系是最适合的。了解，我听到这个答案我是有点意外啊，因为我在这边访问过很多 IPO 上市公司，大家的答案不外乎就是说希望能够集资，然后发展公司未来更多的不管是在全球布局等等啊，但是我相信这个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但是听到您说是为了公司更好的治理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那其实我们也看到说新代科技在今年前5个月的营收增长超过30%啊，其实这个成绩是蛮亮眼的，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一个增长？它主要的驱动的因素究竟是什么？我们因为如果以工具机这个市场，不是每一个国家它都有这个肥沃的土壤，大概算一下，就是中国、台湾、韩国、日本跟德国，大概就是当然土耳其还有崛起的印度都有哈。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国家不一定有工具机的市场。那中国大陆跟台湾加总之下，我们大概占全球工具机制造这个市场的37%左右，超过1/3的市场在这里。这个是做设备的，使用设备的，中国跟台湾加总大概在43%，它有将近一半的市场，等于我们有这个地利。那因为在中国这个市场这几年它有一个很大的趋势，就是进口替代，就希望在我们这个产业最大的3个龙头，一个是 Phonak、三菱还有西门子，希望呢慢慢的用这个其他的品牌去取代进口，所以这个叫进口替代。第二个价格内卷，大家都想买这个单价更低，可是相对的功能更高的，从进口替代价格内卷，两者交集之下，新代就站得出来了。因为我们的定位在中高端，我们的同业就是 Phonak、三菱、西门子，中国的同业相对之下，跟我们可能在性能上面还有一些距离。好，可是又希望价格可以更低一点，所以这个就是新代的强项。也因为这样子，所以很容易我们就会变成是客户的选择。不过在这个行业里，价格还不一定是绝对的一个优势，而是客人对你的信任度。我们的 slogan 叫做值得信任的电控伙伴。信任好抽象，我怎么 unpack 这个信任变成3个可以检视的指标？一个就是性能，第二个就是品质，第3个很特别，优质的到府服务。如果今天客户是我经常可以去，我可以帮他去解决他要去卖到终端制造业的那个痛点，因此我产品迭代，我的功能的提升是随时与时俱进的，因此客户对我的信任度、黏着度非常的高。我想是以上的3个原因促成我们今年在多半的工具机产业都往下滑的同时，新代逆势成长。那我相信其实跟产品也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我在接触你们公司的资讯的时候呢，其实 PR 公司他给我看的就是一个机械手臂哦，这个机械手臂是拿来在一个活动的会场来做拍摄。想请教一下，这个是你们公司的产品吗？是的，这个问宏可以回答得很好。我们不是卖那只手臂，我们是卖一个手臂单元。我们公司的产品是 focus 在一个终端客户的 total solutions， 所以我们不是单卖一只手，因为一只手只能取代一个人的一个手，那我们是取代一个人。那其实人在工厂里面不只是做动作，就是手，因为我们有眼睛，我们有大脑，我们有思考，所以我们的手臂如果说在工具机的工厂里面，我们除了做取放，我们还做量测以外呢，我们会做检测，然后会做补偿，然后再我们有雷射打标，
然后再我们会上到云端，所以我们卖的是一个手臂的单元自动化，而不是单纯的机械手臂。对，了解。好，那我相信呢，大家从新代的产品也好，或者是他在今年的这样子的一个盈利的背后的这个背景，可以更加的来认识这家公司啊。然后其实你们计划在马来西亚设立亚太这个运营中心这件事情，其实我非常的好奇啊。除了你们本来就有来自马来西亚的人才之外，我相信其实马来西亚是一个在这个区域里面一个具有优势的一个国家。那么也在现在我们看到有更多的 China Plus One 的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局势的背景之下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多的科技企业都会去思考的一个方向。但是其实在东南亚有很多，其实有其他甚至比马来西亚更具地理这地理位置优势，或者是在各样配套当中都是比优于马来西亚的国家，为什么会选择在马来西亚来设立这个亚太的总部呢？我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马来西亚跟所有的国家友好，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那因为地理位置的优势，所以再加上这个跟所有的国家友好，所以选择马来西亚。那其实第二个所有策略的源头，人才要到位。我们有问宏在马来西亚，所以选择这个马来西亚这边是一个亚太营运中心。因为马来西亚的人才相对应的在我们的这个行业，他要懂机械的背景，可是他要能够做服务，因此能够懂多国的语言，做好的沟通，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又要有地理的优势，又要友好，又要有人才能够讲多国语言。我想这样子这么多个圈圈交集之下，能够选的应该不是太多。这是为什么马来西亚绝绝对对可以胜出。了解。那您自己在公司派您要来马来西亚这边的时候，你第一个想法是什么？你对于这个市场，或者是说，我相信其实你们公司肯定是未来也是希望从马来西亚然后辐射到东盟的其他国家。是对，那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就是这个亚太的这个运营中心，它未来会朝向一个怎么样子的方向去发展呢？我们这里主要是做几个面向，一个是管理面向。那管理面向呢，其实就是像总监提到的说，我们需要有沟通。那马来西亚人呢，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华人，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基本上都会普遍上都会中文。那我们可以对接到两岸的市场，然后两岸的总部沟通。那英文我们可以对接到国际市场，那还有马来我们可以对接到 local 的一个市场，所以在一个语言优势下，我们在做一个管理，其实相对合适的。那再来就是人才水库的部分。那当然以看东南亚来说，其实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机会，可是相较于新加坡，其实马来西亚有很多制造业，所以我们的工程师的养成其实需要一个场地去所谓的练兵。那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子的人才水库，透过我们公司的培训机制，把我们要的一个比较全方位的管理跟工程的人才去培养到位。了解。那其实我相信很多的科技公司在进来马来西亚的时候，要面对的第一个就是人才的问题啊，特别是技术方面的科技相关的人才的问题。你们在进来之前有去思考到这个问题，然后或者是要如何去解决在科技人才短缺的这个部分？好，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做解释。一个就是在校园发挥我们应该要有的这个理想力。那第二个就是介于生态系的合作，那可以推荐我们适合的人才。有关校园的合作，问宏这边有帮我们这几年做的几个方案，那问宏可以来做一个介绍。其实我们在不管是在，当然前提是我们自己公司有一个自主的培训系统，所以我们只要 locate 到比较优秀的人才，那我们可以带到我们公司去做培训。那我们怎么去发掘我们想要的人才呢？其实我们是直接从学校边入手，我们跟本地还有台湾大学都有一些合作。那本地的大学，比如说我们跟 UTM、UTA 等等，那我们有一些相关的合作，包含我们有提供一些公司的手臂产品，让学生可以透过我们的平台去做一些他们的 project， 然后一些study。那透过这边，我们也跟学生互动，去让学生知道说他们投入产业，他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可以是产业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形状，去比较确切的去了解到。我们也从中去挑选我们想要觉得比较优秀的 talent， 那去招揽到我们公司里面。那除了在马来西亚，因为我们也是台湾的公司，所以我们也在积极的去开发说跟台湾的学校的合作。那因为很多在台湾念书的，包括像我自己这样子，当初其实中学毕业以后就到台湾，所以对马来西亚产业是陌生的，所以其实我们也希望说，跟台湾有更多的合作。比如说，我们正在可能有一个方向的是，就是暑期的4季计划，那我们可以开放让台湾、马来西亚留学生在暑假的时候回来这边实习。透过这样子的实习，他们可以更清楚的知道说，他们毕业以后的路要怎么去选。对。然后现在在台湾总部新竹科学园区的总部也跟台湾的几所大学合作一个计划，那已经在进行了，就是我们让这个就是东协的侨生在台湾念书的，那总部这边提供他们每个月的助学金，那不管他是大学4年或者是研究所2年，好，那每个月提供助学金。如果到大3、大4或者是研究所的时候，在上课的期间可以来就新代科技实习，然后毕业之后，我们公司要提供他们至少1年在这边工作的机会，在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工作，然后之后当然也是以他的意愿为主，然后回到他的侨居地。了解，那么也真的是期待说新代可以让更多的马来西亚的学子啊，帮他们铺平回来到家乡的这样子的一条路。那其实聊了这么多呢，其实我想要来聊一下，就是我们在新冠疫情的时候有看到了这个供应链中断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因为其实在报道当中有看到说，其实贵公司其实特别是在上海的这个运营那个时候呢，其实因为封城的关系，所以也是受到了影响啊。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下？因为这是一个觉得我们看到说是一个100年就是难得一遇的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啊，其实大家都没有想到。但是在经过这个疫情之后，其实新代在当中吸取了哪一些经验呢？因为我相信很多马来西亚的企业也经历过这一段，可能有些公司就是撑不住就倒了。那所以在未来可不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你们的一些经验，就是说你们如何去确保这个供应链的稳定性，在那个时候是怎么做？那未来你们有一个怎样子的一些想法和规划呢？好，我的经验是，当你在有能量的时候，先去把你可能的产能的空间先把它铺出来。我们在2018年在新竹科学园区买了第2个厂，研发2路25号，我们现在的这个厂。那因为有了这个厂，它的产能是够的，所以当2020年整个因为 COVID-19 shut down 的时候，我们其实借着研发2路25号的这个厂，我们可以源源不绝做出足够的这些产品出来。那在2022年，因为上海封城6月15号封城的关系，我们其实受影响的是因为整个经济活动没有人流，你相对没有经济活动，因此这些市场经济就会下来，所以因此我们的营收会受影响。但是呢，供应链要解决，我们在疫情期间甚至到之后，我们目前的方向就是供应链在地化。只有在地化，你让自己的供应商有点像我们的上下游，我们让自己的供应商跟着我们一起成长。不管是供应商跟我们一起去讨论那个规格，那因为新代我们有自己的一个子公司叫联达，联达有手臂单元，就刚刚问宏说的，还有一个云端产品。我们把我们的云端产品、设备管理还有工厂管理的这些软体做到我们的供应商里面，协助他们在品质、在产能、在良率上去做改变。当供应商跟着我们成长的时候，我所有供应链在地化的可能性它就会提高。所以也就是说，我在台湾新竹科学园区的产线，我多半的供应商全部都是来自台湾。我在中国大陆的这个苏州总部有更长的这个生产线，我的供应商全部来自中国。那我们现在在亚太营运区，我们接下来想要做新的 project， 我们就是想开发在马来西亚这边在地的供应商。因为2017年当美国祭出短链革命之后，那个时候的趋势就已经看出来了，所以我们其实在18年就开始做这件事。
很早就布局了。对，好，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就是要来请教一下问宏啊，就是其实新代呢，在现在最热门的这个话题，包括了像 AI、物联网。还有5G 啊，虽然现在有人已经在开始讨论6G 了哈，但是其实就是在这些的通讯技术上面，还有这个 AI 的运用上面，其实想请您聊一聊，就是新代它在未来的布局上面或者规划上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们公司有两个产品，就是联达的子公司的产品，就包括我们的 Sim Factory， 就是云端产品，然后还有我们的单元手臂自动化。那这两个产品其实都符合所谓的智慧制造。那所谓的智慧制造是什么？就是把虚跟实做一个整合，就是把 cyber physical 的一个 system。那我先说手臂单元自动化好了。那其实所谓的工业 3.0， 其实它就是用机械手臂来做重复性的动作，然后去取代人。那可是在工业 4.0， 其实它除了去做重复性的动作，它应该要有足够的判断的能力，那个系统要判断的能力。所以我举个例子，像我们公司在做CNC 的产业做手臂自动化的部分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手臂的单元。那手臂还会取代操作员去在设备的一些上下溜的动作。那除了这个呢，我们手臂可以去做量测检测，量测检测完呢，那个按照我们原本预设的一个范围，公差允许的范围内，那手臂就会去做一个补偿。那然后补偿完以后呢，所以那个设备会在一个精度范围内持续的加工，而手臂下一个动作可能就会做弓箭的清理，清理完以后我们可以做雷射的打标，为了就是一个 traceability 的部分。然后最后我们再把这样子整个资讯说用了什么料，什么机器在做，然后做了多久，然后它的序号 serial number 是什么，把这样子的一个资料都 log in 到我们的云端的系统，那就完成了一个所谓的智慧的制造手臂的单元自动化。了解。是，那其实我相信接下来你在马来西亚肯定有很多的工作要去进行啊，包括你要招募人才，我不晓得现在办公室已经找到了吗？或者是说未来的整个在这边的这个运营中心的一个规划，可不可以跟我们来聊一下？如果马来西亚当地的人才想要加入你们的话，他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条件？他应该做好什么样子的准备？我自己在这家公司也前后待了11年多。那我觉得我们公司最需要的人就是愿意接受挑战的一个人才。那也就是说，公司的成长非常的快。那人员其实一直到今天，我也持续的在学习，持续的在成长。那这就是我们想要去target 的一个人才。我相信之后你面对媒体的机会应该也是很多，对不对？这个对你来说其实应该也算是一种新的学习，是吗？是。好，我补充一下，新代的企业文化是诚实正直、团队积极，那最重要是后面4个字叫思辨创新。科技的创新要建立在非常严谨的思辨过程里面，所以思辨对于我们的工程师的要求就是永远不要相信这个就是最好的，因为有更好的，所以一直不断的讨论学习，然后希望有更好的方式来取代目前的。我觉得那是我们一个很 organic 的一个成长的机制。好，那也是我们在找的人才的特质。思辨以及创新啊，其实我相信接下来很多的科技公司都要面对的一个课题，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 ESG 还有碳中和的一个课题啊。在面对这些课题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思辨跟创新就变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因为除了在产品的研发上面，你要如何跟得上这个时代的脚步，去迎合这个时代的这个需要，可不可以跟我们也聊一下？就是可能2位都可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可持续发展的这个部分的话呢，因为现
现在马来西亚也非常重视这个部分。台湾其实走得比较前面，很早就在做了。我们看到很多台湾优秀的公司在可持续发展、在环保的议题、在人员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才的照顾上面，其实都做得非常好。你们自己的经验是什么？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ESG 你从 E 来说，那个叫 environment， 所以我们的产品一定要帮客户可以节能。那我们的产品在控制器里头有好几个功能是可以协助客户，比如说市电回升，好，然后就当他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它相对把发散出去的能量再结合回来，所以我们的产品本身是有节能的功能，帮助客户节能。好，那第二个，如果依我们自己的企业总部，我们在目前正积极在进行的，除了 ISO 的9001品质管理系统45001，我们得到最优质的职业安全卫生的公司的认证，全台湾这么多个公司。目前大概只有100个公司被贴予这样的一个标章，我们已经拿到了。而其中第3个我们正在做的就是 ISO 的14064碳排查的这个认证。好，那就表示说我们贡献于整个地球的包含减碳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第一个是对于 environment， 那个 S 就是对于社会的贡献。新代科技在台湾，我们在12年前就在公司章程里定的一个规定，就是每年以不低于公司税前净利一定的比例，我们必须提供做社会公益。因此12年前我们成立了新代教育基金会。那有一点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新代教育基金会协助新竹市，包括大学、高中、国中、国小的老师们在课程的发展，好，那在学生的活动里头给予补助。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于社会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一个概念。那个 G 就是 governance， 一个公司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一定要获利。我才能够对我的股东有所交代，我才能够有好的薪酬给予我的这个员工，所以不断的获利，每年定一定要的获利成长，这个就是我们公司所有经理人都挂在自己肩上的责任。那其中一个经理人就是我的亚太营运工的总监那个温宏 Audis。是，温宏这边可能可以跟我们补充一下，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在看到马来西亚我们大部分对于社会责任或者是回馈社会的这个部分，不外于就是去孤儿院去探望孤儿，或者是说做一些企业捐款。我觉得像是成立教育基金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是蛮值得我们借鉴。你自己会觉得说是否也会复制类似这样子的一种的思维，然后把它带进来马来西亚呢？我想我是蛮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双向的。其实这也有点回到刚刚讲的人才的招募。那因为我们是双向的，就比如说我们提的我们跟 UTA 跟 UTM 的一个 program， 那基本上我们是给予学校很多的支持，包含 training， 包含就是产品的一个平台。那从中我们也去找到我们合适人才，所以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跟产业的学校跟合作是我们蛮乐见的。好，那其实今天2位能够来这边，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可以让我们有很多的学习。虽然今天我们的节目叫做财经拷问，但是我觉得拷问的部分真的是非常的少啊。反而是我们在这里是不断的偷师，为我们本地的这个中小企业以及为我们的上市公司来偷师啊。那今天在这个偷师的环节的最后呢，不晓得2位还有什么要跟我们来补充的吗？在一个 AI 发展的时代，AI 是一种比较是软体倾向的。如果要落到我们工厂的最后1里路，它需要2个元件，一个就是机械手臂单元，另外一个就是软体的云端管理。一定要借着手脚的这个执行 AI 才能够落地。所有在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借由这样子的2个工具，你才能够真正从我所有制程的标准化走到数位化，因此公司的数位转型，这才是第1里路。AI 的这个旗帜很高，新代科技、联达智能就是协助它落地最好的帮手，提供大家参考。好的，问宏这边。
我自己因为跑了比较多的国家，那因为我本身自己也是马来西亚人，所以很多时候我在跑马来西亚工厂的时候，我会跟那些中小企业的老板去沟通。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不是在卖产品，我们是在协助他做企业转型。其实有时候我也很担心，因为有些的产业中小型企业的老板，他们可能没有那个数位转型那个概念，所以我看得到的时候，我也很担心，所以很担心未来整个马来西亚的制造的一个竞争力。所以我觉得新代在马来西亚当个 utilize 马来西亚这样子的一个地理环境人才，其实除了对新代集团有很大帮助，我真的觉得说它对马来西亚整个制造产业是有很大的一个贡献。所以回到我们的 slogan， 新代科技联达智能，希望成为所有制造业的最值得信任的电控伙伴。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来自台湾新代科技的黄总还有温宏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温宏以后可能我们还有机会再遇到，那也欢迎就是黄总可以就是再找机会回来马来西亚，如果还有来的话再邀请你来做客，相信未来肯定可以在你身上挖到更多的宝。谢谢。好，谢谢二位，谢谢。那不晓得这个时候在观看的观众朋友呢，你对于新代科技这家来自台湾的公司，他们现在要在马来西亚的这样子的一个布局，你有什么样子的想法或者是意见，都可以欢迎大家在我们以下的这个留言处来留言来告诉我们。在 YouTube 观看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按赞、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